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前立委李胜峰，翟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介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美国的暴动内乱遍地开花，越来越严重了。那现在这个纽约、华盛顿、休斯顿、洛杉矶、旧金山现在是遍地烽火，不断在开花。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洛杉矶的示威持续延烧当中，这个画面呢，现在目前在这边有这个非常多的抗议民众走上街头哦。洛杉矶、旧金山连成了线啊。那旧金山这边也有数百位示威群众在加州政府的大楼前面高举废除 ICE 的标语哦，而且要求要释放被逮捕的人士，抗议川普部署国民兵。那洛杉矶的抗议也是越演越烈哦。其实在华府这边同样也是有很多的民众上了街头。那司法部前哦，我看到这些民众组织成这样子的这个等于说抗议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要求 ICE 停止行动，并且呢要释放国际公务员工会的领导人伍尔达。那这样的抗议越演越烈哦。那川普就讲说，哎呀，这些人呢都是制造问题的职业煽动者哦，所以还很强硬的讲说，这些人应该要被关进监狱哦。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美国这个里面对立的气氛非常的浓啊，真的已经是内乱的情境了。那再来，美国的国防部甚至还派出了陆战队哦。那这一次呢，其实驻扎在加州的第一陆战师的第7陆战团，大概700名的陆战队员已经部署到洛杉矶啊，跟这个国民兵部队无缝衔接。那川普又再度授权增派2000名的国民兵哦，也就是说，哇，现在这一个等于说武装的这个力量是越来越强了。那他们还配备了步枪啊、防爆盾以及催泪弹，还有低杀伤力的弹药，要来驱散示威者。那首批抵达这个300人是抵达到了洛杉矶哦，还向这个示威者直接就是开枪啊，这个是驱离枪啊、驱离弹哦。那就连这个外国的记者也被这个枪给击中哦。就在直播的时候啊，后方的政报警察竟然就朝女记者开枪。我们来看一下。Firing rubber bullets at protesters, moving them on through the heart of LA. You just shut the fuck up! You okay? I'm good. Are you okay? 对，真的是非常离谱。那个女记者还在讲说啊，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枪声，结果后来哇，那个枪竟然是朝着她来开哦，所以她的这个腿上面哦是直接被政报警察给开了枪啊。但是这一个算是这种驱逐弹啊，所以并不是真的弹，可是还是很离谱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人家拿着麦克风正在连线当中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讲说，他不希望这个内战啊，那在国民警卫队的问题上面别无选择。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洛杉矶会被彻底摧毁哦。所以他讲起来是这个义正言辞哦。那我们看到微博上面的热搜排行第一，就讲说川普支持要逮捕加州州长，也就是要跟有可能去挑战到共和党的人，我要先下手啦。而且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逮捕人家呢？然后他说错是错在谁叫他要选州长？我们来听一下。He's daring Tom Homan to come and arrest him. Should he do it? I would do it if I were Tom. I think it's great. Gavin likes the publicity,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thing. What crime has Governor Newsom committed? A crime has he committed? Yeah, to warrant his arrest, as you had I think his suggested earlier. primary crime is running for governor because he's done such a bad job. 对，如果出来参选又做得着就可以逮捕就有罪的话，那川普有没有罪嘞？就是问问他自己要不要同样的问题。所以啊，纽森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听了都已经这个傻眼了。那纽森就说，那就来抓我吧，来逮捕我吧，我们就此了结吧，我一点都不在乎。所以这其实这一整场动作原来是一个政治斗争在背后的算计嘛。那再来啊，看到了纽森也讲说这个川普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啊。川普呢称他就这个调遣国
民兵的事情哦，有跟州长协调，但我们知道他其实是绕过了纽森哦，可是他对外竟然讲说是有协调的哦。那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谎言，彻头彻尾的骗子。川普点燃了导火线，继续在火上浇油哦。那加州也将会就川普调动国民兵的事情来提起诉讼，所以双方你来我往的，连贺锦丽啊也跳出来，就是在谴责川普哦，就说你这个部署国民警卫队是一个危险的升级，根本就是在挑起混乱。这个行动，川普政府的残酷而且有意策划的议程，目的就是要制造恐慌跟分裂。那暴动会不会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因为川普不光是有这样子的镇压行为哦，他其实也这个对于12+7国的旅行禁令现在开始生效了。那人家就批评啊，这充满着种族主义跟偏见了。他说，我是为了要保护美国，避免受到外国恐怖分子的侵害哦，所以我才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禁令啊。那德国银行市井他说，美国呢现在大幅缩减移民，恐怕会撼动到经济，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多工作没有人做啊，那该怎么办呢？那所以移民的缩减恐怕会造成供给上面的震撼，这个还远大于川普的关税措施哦。关税措施就已经让非常多机构预估会造成美国的经济衰退，甚至会变成一个大衰退的这种状况哦。那如果更甚于这个，不是雪上加霜吗？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措施哦。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呢，他就讲说美国的经济恐怕在今年夏天面临到3大地雷同时引爆，这是另一个不安的夏天。本来以为5月有可能货架上面的货品全空嘛，那后来紧急跟中国大陆低头，然后再谈判，好像解除了一个危机，但是没想到夏天还有3大地雷要同时引爆：劳动市场的失衡，因为可能移民政策；消费支出的熄火，因为这个关税导致大家消费缩手；还有金融市场啊，现在是高度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状态。那川普有准备好解决吗？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群众的示威抗议啊，在我们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其实不只是台湾，也不只是欧洲，其实在美国，这个群众的示威抗议是多得不得了啊。因为每个民众或者每个团体都有意见表达他的声音嘛。在美国的时间，就是洛杉矶的时间啊，就是周5的时候，300多人到联邦大厦那边表达他们示威抗议。就这样的一些动作，这是可控制性的。而且事实上，洛杉矶的市长也认为这个事态没有扩大，没有蔓延，没有行为暴动，连整个加州也都认为这个是可控制性的。其实所有的法界的，包括检察官、总检察长，他们都认为说这个事态是可控制的。为什么一下子你就动用了国民警卫队？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故意要挑起事端。也就是说，事情发生的当天，第2天马上就宣布要动用2000名国民警卫队，接着国民警卫队的一些人就已经出现在镜头前面了。美国的国防部长马上就宣布，不排除要动用军队，而且就在隔天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所谓的边境撒谎，他就说我要逮捕任何那个反对这个或是匹夫包庇这些非法移民者，包括州长在内。这个所有的这些政治任命的官，一个一个争先表态，就是唯恐事情不升级。大家在问为什么唯恐事情不升级？接着海军陆战队就传出500人，现在证实了，川普说我调派一个整个建制营，一个整个营在洛杉矶的海军陆战队，他是到海外去跟敌人打仗的，结果他现在枪口要对着他的公民，他的纳税人，要对着他们。然后虽然有跟他们说不要轻易动枪，但是并没有说不准动枪，不准开枪，没有说。他说除非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不然的话你就尽量不要用枪。可是问题是你只要有尽量不要，除非你的人身安全，那小兵他觉得他恐惧或是愤怒，他一下子就开枪打人了，打死人了，那这个事情就扩大了，就越来越严重。我觉得我们就一直在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把整个事态可控制性，地方的市长跟州长都可控制的，怎么要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全世界的关注的焦点？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所有的分析的，不管是媒体的，或者是学术界的，或者是政界的，都认为说这个是川普的阳谋。要阳什么谋呢？来去转移注意力，掩盖他自己施政无能的结果。我觉得施政无能才造成今天美国的动荡不安。好，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这样子啊，这个我们看这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的建议啊，用吃瓜的心情看这一场政治斗争，这绝对是一个政治斗争。那我们来看看，先来看2个背景。第一个背景，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啊，它是朝过去在驱逐移民的时候的敏感地区下手。什么叫敏感地区？本来讲我在社区，那我持的搜索令或者持的逮捕令，那我到你的家去抓人。他这一次不是，他这一次在工作场所。第二个是在街头拦截，这个他们讲这个叫做敏感地区啊，就是我做给你看。我就要让你 camera 看得到，我就要让你群情激愤。那好了，这是第一个背景。那第二个背景呢？我们来看看，在去年总统开票前，2024年的11月24号是投票日嘛？可是呢，洛杉矶市议会在2024年的11月份呢，投票前，他们通过一个呢议案，这个议案就是洛杉矶啊是这个移民呢的庇护城市。它明文的规定了什么事情？规定呢 ，ICE 等这些的机构禁止使用城市的任何资源协助你进行逮捕。你要抓你自己去抓，你不能动用我的警察去抓。你看，那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10月份会通过这个东西？那是摆明就是要保护贺锦丽的票嘛，这是要巩固民主党的票嘛，这是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呢。所以你可以看。你把这2个背景摆在一起，我们就当作吃瓜群众来看就好了。不需要选择，因为他们用美国人杀美国人，用美国人战美国人来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啊。那我们就来看着办好了。那各位可以看，1979年以后，这个呢，从来没有一次啊，这个动用国民警察队是不经过州政府的同意，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呢，洛杉矶警方也马上宣布说，在1979年以前啊，刚才我讲是1965年，洛杉矶警察宣布说，1979年以来呢，他们从来没有配合这个政府啊去执行啊这个驱逐外来移民的活动。所以为什么选洛杉矶？因为洛杉矶号称叫庇护城市。为什么在敏感地区？因为川普要制造一个议题。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怎么的不幸啊？这两边的政客啊，两边的政治人物各有自己的算计啊，然后拿你的人民，拿你的社会，拿整个的社会的安定来做代价丢出来。现在我们就要上网去看看呢，大家可以看得到，美国的社会又分裂了。一般认为应该严惩，为什么？因为人家川普前几日在讲 ，MAGA 有重要的指标。其中的什么，就是要把外来移民给驱逐出去。你就是拜登放了这些移民，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犯罪泛滥，造成美国什么点。所以他今天他是贯彻这个，所以他的支持者赞啊，彻底执行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贸易战打不下去了嘛，那再过来呢，这一个缩减开支也打不下去了嘛。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是这一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必须要形成一个让他的支持者又振奋，然后这一边呢非常的愤慨。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为什么他也吃定了一件事：外来移民是少数，他要而且他带给社会的纷扰也是一个事实。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各位发现，即使搞得场面这么大，人没有增加多少，除了跟自己有关的人。站出来以后，社会并没有起来，这个就是川普要看到的。这里面的人头完成我的目标，然后呢，纽森民主党这边也这样，借这个机会也要来修理川普。所以我们就当吃瓜群众，看看美国的恶斗吧。先不要先海西赢，不当海西，咱就在搞这一天，就这么样子。好，来文念老师。好，我可能从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啊。
各位，美国的历史各位去翻转一下哈，1766年美国建国到100年后1861年到1865年发生了什么事？他刚讲的，他不想引起内战 （Civil War）， 那就是内战。这内战的是南北，一个叫联邦，叫邦联，一个 Union 哈，就是联邦，还有一个叫邦联。他们呢各执了一个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一次我觉得也是这两个东西的辩证。那你说有没有多大的政治阴谋？难免他们相处不好，这个纽森和川普，那之间斗来斗去，那是一回事。但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一个是人权，一个是法治。那有时候我也帮川普讲点话，因为这个大白人他太自以为白人至上。所以他 MAGA 其实他想要的就是他真正属于他这种种族的，当他也认为说法治上认为是合法来美国的人，这才是我要的，其他我都不要。犹记得2016年选举之前，他的口号喊得很高，他要扫除移民。德州呢，他上来以后，2017年就1月马上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命令，筑高墙。后来呢，很多法案都过不了，他说只要你不签这个，不过这几十亿，我就不通过。然后2019年说出了问题。德州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况，各位去了解一下。一样的，1861年出现了南边，他有个法治认为是蓄奴派，他认为说，我们认为奴隶的是我们法治上定来是可以，在那个时候，北方说不行，这违反人权，他们也是人，就像现在讲黑人也是人，所以呢，北方呢这个邦联就开始战了，这个内战打完哦，结果北方赢，为什么？因为强调法治，忽略人权的一个一个脱节，走到了北方，因此北方赢了。我经常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久，到德州你会发觉很多的地方，很多 outlet 都会告诉你，德州很多地方抢来的。当时阿米狗墨西哥人是他们的土地，民兵结束之后就到那个地方去，结果他们一直来攻击之后，所以呢，美国 Civil 就结束内战之后，这些人就合战成了民兵。我现在要讲说，川普其实我觉得是现在以前是两个大地方，现在是一个国和州的问题啊。这个国家他强调法治，我觉得他觉得移民他很不爽。尤其加州太特别了，一进去看到白人都比黄种人少，都比阿米狗少。他的整个在全世界第4大经济体，川普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州啦。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是强制的要留言去，不敢抓阿米狗，或者能抓就抓。他又违反2个程序。第一个，他这搜索令叫 I71，你要知道哈，这个是 I 啊，就是 immigration 嘛哈，移民海关执法这个 E 嘛 ，executive 这个执法局做了什么动作？很快逮捕一堆，他家属一定不爽，一定会反抗。这时候他要动用国民军，当然是不是撒谎我不知道，他可能根本没有经过柳生，就随便打个这个讯息就真的动用了。其实什么是国民军？是国民自卫队，它是一个 national guard 没错，但是它是由州可以来先控制的。你要有程序，他又违反一个程序，抓人违反程序。第二，动用民兵违反程序。所以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他后面还有陆战队来，所以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派了3个部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司法部长。他到时候要用司法部长来保护他，我跟你讲，这时候你知道，他是要动用陆战队是后面，因为他觉得国民兵他并不能完全这个自卫队由他来使用，这个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个后面啊，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讲说，州其实有州的独立性，它有州法有州宪。那现在呢，川普呢就敌对，他想要掌控一国全吃这么大一个州，以前是德州也很大，现在加入川普认为我是总统，全部都是我，所以他不爽纽森啊。他觉得纽森你选州长就错了，因为你选上州长，你不配合我，你就是有罪。如果你选上州长，你是配合我，你没有罪，因为他要掌控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走下去非常有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美又一轮的谈判呐，那第一回合就是第一天是结束啦，那现在即将周二再度续谈。那你看哦，这一次他们其实主要是聚焦在稀土跟科技领域的紧张情势哦，也就是说这第2轮还不止1天，那接下来要再次上谈判桌啦。川普就讲说，我们跟中国的进展是很顺利，但是中国是不容易对付的呀。卢特尼克讲说，中美之间的谈判呢，就是有讨论，富有讨论成果的。那贝森特也说这是一个良好的会谈哦，所以双方对于这个前2天的碰面呢，是给予一个正面的肯定。我们也来听一下。We are doing well with China. China's not easy. Are you willing to lift export control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Did you give your negotiators any sort of limitations?
对，他也很难说得准，到底会不会解除限制呢？因为川普现在就是被握有这个稀土的命脉嘛，所以才让他们现在这么着急哦。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媒新华社就发文了，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规范出口，而非禁止出口哦，要促进便利合规贸易，而非切断正常的商业往来。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多次公开表态呢，只要是符合规定的申请，中方也会依法予以批准。纽时就说，这个是中国公布了川习5日通话的内容，习近平要求川普要管好政府内的对中鹰派，不要让内阁成员或是团队来破坏中美关系哦。那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则是这个报道，中美双方透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了分歧，又议重要机遇。那目前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图景是优势互补、共生共赢。中美各界还有包含了社会各界的期待，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通话共识为两国各自发展还有全球的经济复苏都增添确定性跟稳定性。那讲得很明确是谁在增添不确定性呢？不就是美国嘛？所以这个真要管好自己的，恐怕也是在叫你美方要注意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现在有数十家跨国企业真的是受到这个关税影响他们现在本周要组团去到了华府来游说，要阻止川普政府再提出对于外资加税的政策。所以希望这个游说能够有所成果吧，因为现在缺人非常严重很多这个科学家在美国国家公园因为联邦裁员人手短缺，科学家要去扫厕所还要去接待游客现在已经变成这个状况，真的是乱了。那还有一位刚刚辞任不久的园长，他讲说，除了裁员问题，现有的员工还得要增加这个一个新的工作，就是每周要发邮件给联邦政府说明他们的工作内容，要告诉他们的工作岗位是非常合理的，避免被裁员所以现在导致员工的工时都过长，而且士气非常的低落。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呢，他们在周一就发布了这个月度预算报告，那他们就讲说，这个财政部9月底大概会耗尽所有的这些偿债资金所以看起来也是有危机的。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对美的等于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影响，在谈判之前的确影响了出口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在5月份的时候大减了34%。那再来看到了现在川普跟马斯克好像因为这个美国的内乱，两个人好像出现了一点转机因为马斯克突然又站到这个川普这一边，好像支持他的洛杉矶行动，川普还回了一个爱心，所以这川马情难道死灰要复燃了吗？让大家真的是看着这个戏又出现了转折。那川普就讲说，他不会停用马斯克的星链服务，他说那是一个还不错的服务，所以我不会停用，而且我红色特斯拉也不会卖。他还说这个马斯克应该会想要跟他谈一谈所以双方的这个兄弟情好像又出现了转折。那倒是呢，俄罗斯在这时候向马斯克伸出手，就说我可以来替这个 D 跟 E D 就是Donald Trump 的 D 嘛，然后 E 就是 Elon Musk 的 E 建议这两位主角，这个莫斯科这时候出来要当和事佬，所以我可以替你们来调解。的确最近好像有出现一些这个跟俄罗斯相关的，比方说马斯克爸爸跑去这个莫斯科什么相关的这些讯息，该不会他们出现转圜真的是莫斯科出来调停的吧？那背后代价是什么呢？他们要求要有这个 Starlink 的股份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未来 Starlink 会不会有股东是来自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再来，现在马斯克还有这个政治梦他说接下来要组新的政党所以大家是不是已经受不了民主党、共和党这样闹成这样？所以他们想说，接下来该不该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中间80%美国民众的新政党呢？来吸引560万账号来他的 X 上面投票，有高达80%是支持而且最后他还想好了党名了，要叫做美国党这个 America Party 他说人民已经发出了声音，这就是命运这野心不小。所以美国就熊就出现了第三势力马斯克还要成为这个第三势力的领导人吗？就恐怕又会造成他跟川普之间
就川普斗完了民主党，现在又要斗一个美国派嘛？然后我们来问一下聂老师。OK， 第一个，我觉得中美第二轮谈判，这次呢，川普感觉很乐观，但是我觉得他所讲的话，你可以抓到他的端倪。反正他永远把他的敌人在口头上都是好朋友。那么他所谈的结果呢，他心中的隐忧都不会讲出来，他永远就觉得是好结果。那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在谈他们的未来的时候，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表面好像要谈来谈去，总会有个结果，但私底下其实冲突很严重之下，我把它分析他们两个方向。第一个，我觉得美国呢，现在你会发现，川普呢，他狂妄自信，他认为他什么都得得到，他只想达到一个字叫做赢，但他这赢呢就不择手段，你会发现他策略混乱，然后呢，他反复无常。当然，这个他现在要打的最大的他的对手，中国也感觉到，早就从川普1.0版发现到他的反复无常。所以呢，他们的条件要求，第一个说，之前你一直骂我的，不要诋毁我；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说，你经常出尔反尔。那我们希望你的态度要很明确，我们才跟你谈。所以你会发现，川普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了习近平开始要跟他谈，他也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端倪。可是当习近平他们走的路线又是另外一个方式，所以他一直强调，你有一些非常鹰派的、反中的鹰派的这些人，最少你不要让他们表现太多，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要谈很难。大家为什么敢讲这些话呢？因为他们也拿到了他们的底气、他们的筹码。当大家都知道，这两边最上层的筹码，在川普1.0的版的时候，真的中国是被挨着打，所以13轮谈判呢，基本上他再怎么出尔反尔，中国都没招，因为美国就用晶片克压你就够了。可这次发现到，我们不管在民用、军用的未来的不管在科技、军事、航太，甚至一些电动车等的很多的 material 的这个science 材料啊。晶片材料都握在中国的手上，尤其稀土，所以这个底牌让他们觉得很有底气了。这时候我觉得中国当然这次呢，他因为竟然敢喊出这个所谓的奉回到底嘛，所以他就我讲8个字，就稳抓稳打，按部就班。那我觉得他用的就是，我觉得他是目标明确，那当然有别于美国的所谓的不择手段，所以他要的是稳，美国要的是赢。所以这两个到底谁会得到什么，我们现在还真的看不到。好，第二个呢，我们来讲一下哈。有关那个财政部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在美国的财政部，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面临到很大的问题啊。其实你知道，财政部它就是两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支出要花钱，一个是要税收。这次呢，当关税打了以后呢，使得他们其实在整个动能上都削减，他们的赤字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在常常讲到财政部要抓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一个叫做国家的这个负债率。一个国家的负债，他们现在已经到36点多兆，除以它的27点多的 GDP 到了140多，这个严重违反一个国家它要稳健成长的60%，140多但是美国因为它发钱，它没有它有结构性的问题，欠很多外债，但它没有流动性问题，因为它发钞人家会用。最后我要讲一个就是它的 deficit， 它是大而美 BBB 法案，它要花钱，军事每个年要丢150亿，移民要丢700亿。这个呢，在10年以后又要丢了好几道。他现在每年就有4,000亿啊，7000多减3000多的所谓的赤字 deficit， 除以它的 GDP， 你知道多少吗？现在将近14-15%，你知道这远大于大家一个国家稳定花钱的4%。所以这个美国这财政啊，在现在债务啊也要到期啊，那大家甚至想抛售这种状况，只敢买短债，不敢买长债之下，我觉得美国财政在债务上会有一个未来。短期一个蛮大的风险，而美元将来大家会慢慢把它看弱。好，赖老师，日内瓦谈判哈，中美之间谈的关税，彼此之间都降到10%。美国说因为芬太尼再多个20%，中国说那我对你的芬太尼的反制措施一样有效啊。那彼此之间基本上就维持10%对10%一个对等关税的问题。但是之后。我们看到美国马上就商务部就开始做动作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套招了。商务部开始做动作，就是开始晶片卡你，然后 EDA 也就是我们这个晶片的自动检视器这种软件也卡你，接着核设施的这些关键零组件卡你，飞机的发动机也卡你，各方面一个一个都给你推出来。推出来的目的在哪里？逼迫你嘛。逼迫你再来跟我谈一次，那当然，特朗普也等到了至少他等到了这个习近平愿意接他电话的这样的一个5月的一个讯息。好，那马上就进行了第2轮的谈判。
可是第二轮谈判加进来的就是努特里克了啊，那也就是这位商务部的部长，就是不让美国企业赚中国人的钱，而且因为川普说，今天我们美国人吃亏，因为贸易逆差那么大，可是中国人说我要给你买东西你不卖啊，我要给你买晶片你不准卖，我要给你买发动机你不准卖，我要给你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买那个，你这个都不准卖，那你什么东西都不准卖。你要卖给我的，我不见得需要，我别的地方可以买得到。但是我想给你买的，你不卖给我，你又跟我埋怨说这个贸易逆差那么大，这个有什么道理嘛？好，那中国大陆当然的杀手锏就在稀土，而稀土的元素不会只有一种，它还有20-30种，而中国掌控的这个完全军用的元素至少7种以上，那没有那7种中的任何一个，你 F-35就是做不出来。现在洛克希德马丁就已经出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造一架 F-35要20几公斤的钨，现在那个钨就是一种磁铁啊，然后你做任何一个导弹就必须要有一些铋，那你没有的话，你就是做不出来，因为你的铅会溶解，那你的铅会溶解，你的导弹就没有办法用。结果在俄乌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供应乌克兰很多导弹，他现在导弹要制造。可是制造要稀土，稀土掌控在中国手中。现在洛克希德马丁跟美国的这些导弹公司，因为卖武器给台湾，所以大陆禁止他们所有的个人、企业还有组织跟这些公司合作，有任何来往。那这个跟贸易无关嘛，跟这个谈判也无关嘛，他们现在要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一次的谈判最后美国会退步。大陆也会退步，但是会不会按照川普所说的，他的稀土要吃到饱？我觉得想得太美。我的估计大概的大陆的政策大概一次给你吃一餐，吃完这一餐，下一餐不见得有啊。那你而且不让你有存粮。我觉得如果我是大陆的话，我就让你永远仓库没有库存。好，顺峰哥，这个大家讨论了在关税所带来的问题。那我都在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很喜欢看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美国根本不是在关税嘛，它项庄舞剑，志在沛公。那我们看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说两边的谈判是在谈这一些稀土也罢了，关税也罢，或者是为什么这个谈判会开启？为什么这个谈判会开启？就美国讲起来，他今天是焦头烂额。首先，中国不抓下来，他全世界所有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在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很凶悍呢？那大家都怕死了，都急着要去跪台湾，跪最快嘛。一下就哐就跪倒了。结果台湾最笨嘛，现在连A人跪在前面的都收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个人顶着，这个一顶顶出美国今天是焦虑万分了。所以这个顶的问题，假如不解决，他这次发动的这个贸易战会变成一个大笑话。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不在什么细项的问题了，是在于美国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对中国大陆讲起来，也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解决一些中美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就是红线中的红线，利益中的利益，就是谁？就是现在跪在那里的台湾嘛。这个才是问题中的问题。所以你想想看，什么时候你看过美国这么谦虚过啊？为什么在瑞士举行？因为何立峰要去瑞士。为什么要在伦敦举行？大家还讲了一大堆，不是啊，因为何立峰要去伦敦。你告诉我，美国什么时候这么谦卑啊？没有嘛？为什么？因为他不解决不行嘛，他不解决，他这个场下不来。那中国大陆也知道，你要解决稀土也好，商品利益也好，这些都是可谈的。这个东西不可谈，我趁这个机会不好好跟你谈一下不行，就是什么台湾问题。所以我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承诺，否则不会去冒出那一句统一与和平，不会随便冒出这，也不会去透过这一个什么这个纽约时报去发出那一句话，说中国大陆有时候你们这些对华的鹰派有没有要好好管好。然后中国大陆也明白的在文字告诉你，你要把台独好好管好，因为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冲突。各位可能看这一些
可能更对台湾来讲更迫切一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俄乌冲突再起哦。昨天晚间呢，看到了俄罗斯从开战以来最高纪录的一次在夜袭的行动。那俄罗斯是出动了479架的无人机哦，夜袭了乌克兰各地啊，所以这也算是3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攻势哦。那俄罗斯的国防部有提到说，俄军打击的是主要乌克兰的军工综合体，还有这个乌军的仓库，所有的目标通通都有击中啦。那在微博热搜上面呢，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消息啊，点击量非常的高。那这个现在看起来，乌克兰要做反击了，他们的无人机也要出动做反击，因此莫斯科的机场是全面的停飞。那在俄乌这样打得焦头烂额之际啊，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内乱也是非常的严重哦，因此乌克兰的政治学家还在讲说，奇怪了，这个川普去哪了？不是要来停战吗？然后好像还语带讽刺。我们来听一下。Ми ж бачимо, що зараз, можливо, Трамп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десь відволікти від своїх провалів на зовнішній політиці, тому що, як бачимо, що його митні ініціативи по світу захлинулися, його миротворчі ініціативи по регулюванню російсько-української війни також стратегічно була вибудована ним та його командою невірно. 对，所以看起来川普啊，好像想要做的事情都没做成，俄乌没有停战，然后全球的关税战也没打成功，因此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是已经被乌克兰都看不起了。俄乌战争也被人家誉为说，现在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役哦，主要就是因为乌克兰的这种强烈的反击，造成了俄罗斯战机的一些损害。让普丁震怒，所以现在开始这一波的攻势非常的严峻呐。那但是呢，川普看起来筹码还是压在普丁身上哦。所以川普又搞不定俄乌，现在感觉好像第二岛链也快要守不住嘛。因为连中国大陆最近的动作也是升级的状况，大家看到了大陆的2艘航母同时出现在日本的外海，因此也引发了日本防卫省非常高的警戒啊。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山东号的出现。然后又看到了辽宁号确认穿过第二岛链的南鸟岛海域哦，所以这也是在日本周边的太平洋地区同时观测到2艘航母的这些行动。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他们就提到了，就是中国的军舰在有关海域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跟国际条例哦，所以中俄都在这个战场上面，然后中国大陆当然是威慑性的，就是都加强了动作。那所以这个辽宁舰突破第二岛链，也的确震动到了这个美国的盟友圈呐。那他们说，这次辽宁舰的航母他所率领的战斗群呢，首次穿越第一岛链，甚至挺进距离美国关岛大概只有1500公里的这个菲律宾东部的海域。那这次的编队还有18艘的舰艇，携带超过816个导弹，这个垂直发射弹哦。美军在亚太地区的第二岛链的防线，现在开始出现了这个警讯。已经对他们发起了挑战了，就是中国大陆的讯号非常的直接。那还有呢，所谓的第二岛链其实被中方视为一旦发生战争阻止美方接近的重要防线。换句话说，现在已经不是第一岛链的事情了，已经是第二岛链的这个中美对抗啊。因此呢，感觉上面这个2艘航母的动作就是要来牵制美国，给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印巴冲突因为巴基斯坦同样也是在这一回这个跟印度的空战当中展现出来中国武器的强大，所以现在他们又要再度买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器啦。这个歼35A 加上红19那这样的搭配之下呢，还有空警500预警机我们有讲说它是一个系统战所以这样的系统全套升级的话，那战力更是不得了那所以新德里就警告讲说那这个停火协议不稳定一旦受到挑衅，他们还要深入到巴基斯坦境内来发动攻击。
怎么样深入呢？不知道，可能是嘴巴上面说的比较厉害一点。因为如果一旦全套升级的话，光是歼10就把你印度都打在你的本土了，那现在又升级，请问你要怎么深入哦？因此，你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工股价全面飙升。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美国过去啊，在打一场区域的战争的时候，通常动用都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编配啊。那大陆现在也是2个航母战斗群开始在战区出现了，不但在宫古海峡啊，宫古海峡就是台湾跟这个日本之间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洋的通道，在这个地方举行演练风控的一个演练，你也看到它往南走到巴士海峡，那巴士海峡就是切断菲律宾啊台湾往南走的，然后再往南走的时候，你看到它到了这个菲律宾南方的湄南老岛这个地方，然后日本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监控就停止了啊，因为再往南走就离开了日本的跟美国合作的监控区了啊。那所以就有2个传说，一种传说是大陆的辽宁号的航母绕道到这个关岛的南方，有一种传说是可能从北方这边绕过来。不管如何，它的这个辽宁号的航母战斗群其实也已经深入到关岛这个地方来。结果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南辽岛，也就是硫磺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想一旦讲到硫磺岛，大家就会想起20大战的硫磺岛战役，也就是当美国要反攻日本的时候，他必须要先拿下这个硫磺岛。为什么？因为硫磺岛距离日本的东京就1000多公里多一点点，然后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日本在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建有一个海军的基地，后来因为害怕美国人把它掌控以后，形成为美国的海军基地，所以他增派的这个陆军跟陆战队就控制了这个硫磺岛当时应该没有陆战队应该是以陆军为主那还有海军在这个地方控制硫磺岛，那最后被美国人打下来，这个战争打得很激烈大家都有看到这段时间的战史。但是当硫磺岛一旦打下来以后，日本基本上就无险可守了。而中国大陆的这次辽宁号航母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其实就有很明确的一个战略意涵了。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或是如果日本胆敢跟中国大陆发动挑战的话，中国大陆的海军跟空军的投射兵力的能量不是日本可以赶上的。那当中国大陆一旦可以掌控这个地区的时候，你东京其实也就是无险可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动作其实告诉美国，告诉日本，没有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你也守不住。对美国人来讲，一定是退回第3岛链，而第3岛链是根本就是一个虚拟不存在的岛链。好，来问申峰哥。这样子这一次的行动，我们先把它做总结来看第一个，很明白的告诉美国跟日本，你们不要来了，因为你是来不成的，就这么简单。第二个，明白的告诉台独说，你不要等了，因为他们不会来的。那这讲明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不必讲绕太多嘛。为什么？因为不管美国的军舰再多，现在部署太平洋的3艘，1艘现在在中东，那1艘现在在南海被看着，那1艘呢刚从日本离开。那不是美国的军舰不够，是中国大陆只要防守这一段，美国是要用全球我令到时有多少钱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基建够大，我们来看这一次这一次应该是双航母了，是航母2架，补给船3架，055大七3艘，然后052D 这个驱逐舰呢5艘，然后054C、054的这个护卫舰5艘，总共合起来18艘。18艘里面呢，055一个是发射架是112个，乘以3呢326另外052呢是64乘以5 320另外呢054是3艘乘以106，合起来816。这816里面涵盖了什么？涵盖对空的，涵盖对舰的，涵盖对地的，那就没有了吗？他们家还有很多还没出来呢，就是还有很多没出来。那这一来100就可以告诉你，菲律宾你就乖一点吧，台湾你就别等了，台独就不要等了，美国你们也不要来了。因为至少我摆出来的架势就是如此，
各位可以想象那个800多颗飞弹发出来的场面是什么事吗？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常常讲，这个整个的战略改变了。有人讲，哎呦，这个呢，解放军来攻台，因为大陆都有什么这个呢，这个飞弹对准台湾。现在不是飞弹对准台湾啦，是飞弹已经带到台湾的四周，有没有？不是对准，是对准美日说你不要来了。这个情势是完全改变了。他围岛，他已经有能力；他拒止也有能力。我们在这里还不要再玩那一些游戏，包括今天我们这个很多专家啦，请来的要搞什么兵推，有没有？不用推了，只要推一个东西，怎么推可以不用战争？这个才是唯一的兵推。这怎么推不会发生战争？其他的推啊，就不要推了，去推哪比较舒服一点？都不，我讲个坦白话，不是如此吗？因为怎么推是推不了比较的嘛。你看日本，刚才这个赖老师的讲法说，哎呀，因为日本这个美日的航空不止，日本的飞机要监视的距离不够了，要回去加油了。回去加油了，没有办法了嘛。也就是说，我这目睭金金人上中就看他在旁边，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情势正在改变中，但是我们仍然在做梦中。好，聂老师。OK， 我觉得刚刚我们师兄讲的非常好，就他不会来了，因为不会来，你不用等了。但是我觉得不会来的原因是他的所有的敌手是不敢来还是不想来。当然，看你那么大，这做壮大决议，他会不敢来。还有真的去的话又赢不了，就不想来。那这看起来这个情况还真的会发生啊。那我必须说明一下，过去呢可以了解我们台海两岸的关系哈。当对岸呢，当时有一些恫吓，或者有一些我们讲96年或更早期哈，那个时候亚伯兰式的时候，只要你有任何一个可能有台海危机的产生，这时候呢，美国的军力不管尼米兹号啊或者联合号，就一下子动到我们的这个太平洋西域这个地方来。当然对岸他就不敢来了。现在刚好相反的，我发现第一岛链已经听不到了，它完全突破了我们的什么台海中线，谁还谈台海中线？早就不见了。现在所有的船呢都在台湾的外海的东边、东南边，这个更奇怪了，这到第二岛链来了。那他其实我就是大家讲的，其实我们的对岸根本对台湾他不会想打我们小老弟，不会打自己人嘛。他的说不好听，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我们讲以美论哈，就是美国在后面撑盘的台湾的部分的叫嚣我们讲台独的势力的消长，使得一直去夺破人家，所以这就是川普的比肩理论，用台湾去夺对岸。所以，但对岸也知道这个也是无辜的，这个台湾这个小老弟，所以他是把船舰用到东边，在第二岛链，去有点威吓、震慑，就是说刚刚讲可能不敢来的或不想来的，就最后不会来的这些人。你看这次到东边来，刚刚也讲到18艘里面，当然不管驱逐舰、补给舰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巡洋舰，它那边待命的。你要知道航母是很厉害，因为你现在要有制空权呐。我们讲哈，空海陆，陆是最后嘛，要登陆战，但是空和海，光打海战你也赢不了什么，最主要是空战，航母就是厉害在这里。所以当中国的山东号、辽宁号一艘一艘出来的时候，当然还有第3、第4的003、004那种这个电磁弹跳的，那个更厉害，那是它这个 muscle， 它的肌肉还在后面要秀的。